还记得5月时鸿海法说会我们聊过一件事，鸿海靠 AI 伺服器真的是赚翻了，但他们真正的野心其实是黄仁勋口中说的那个实体 AI。他们正在用 NVIDIA 的技术，把超强的算力直接注入硬体里，而这其中最核心的实验场就是负责造车的鸿华先进。所以呀，这早就不是单纯的造车了，这是鸿海要验证 CDMS 代工，还有软体定义汽车最重要的领先指标。但现实总是很骨感的，究竟这场实体 AI 的豪赌真的能让鸿华在2027年顺利达到规模化转盈吗？还是说最终会被特斯拉那种恐怖的智驾技术代差给彻底淹没？老实说，当初高喊着要当轻资产的电动车界 Android 平台，现在这单子看起来真的是越来越沉重了。第一部分商业本质大论战。我们就先从最底层的商业本质看起，这绝对是目前市场上最大的矛盾点。你想想，当初不是宣称要走轻资产、纯研发的 CDMS 模式吗？怎么现在话锋一转，变成包山包海的全价值链了呢？市场上很多人就在酸啊，是不是因为海外根本找不到大客户，才被迫留在台湾自产自销？其实这绝对是市场的误读。收购这件事不是走回买通路、扛库存的重资产老路，而是在打造一个全价值链的示范模板。大家要知道，在海外客户还在观望的盲区里，台湾就是最好的模市场。鸿华必须得亲自跳下来当这个赋能者，亲自展示从研发制造到终端通路，我有一条龙吃下来的实力。只有当海外的 CTMIS 客户亲眼看到这个白牌范本真的能成功运作，他们才会相信把单子交给鸿华能大幅缩短他们的上市时间，也就是所谓的 TTM， 并且拿到最具优势的成本竞争力。那你可能就会吐槽了，2026年4月可是真金白银花了整整7.636亿元去收购纳智捷100%的股权啊！花这么大笔钱就为了一个示范模板，会不会太盘了？其实我们从财报逻辑来看，这7.636亿是一次非常精准的战略投资。为什么？因为收购之后，原本属于纳智捷终端零售的营收就会全数并入鸿华的合并报表里。这意味着什么？这代表鸿华在台湾市场的营收再也不是那种毛利被压扁的平台跟零件批发价了，而是真正涵盖了从制造到终端销售的完整价值。你要向世界证明 CDMS 模式能端到端运作，这就是必要的入场券。第二部分财报大检视。好，既然说到营收和成本，我们就直接摊开2026年第一季的财报数字，来一场灵魂拷问。看看这个惨状，2026年 Q1 营收只有8.19亿元，跟2025年同期的17.53亿比起来，我的天，大幅衰退了53%。这还没完，单季净所高达8.99亿元，等于每股直接亏掉0.5亿元，然后研发费用还狂烧了7.49亿。说真的，这种因为单一车型切换就导致业绩直接腰斩的表现，一般散户投资人看到早就吓跑了，谁敢买单啊？更夸张的是，毛利率直接从原本漂亮的21%溜滑梯一样滑落到14%，获利能力简直是在大失血。不过，如果我们冷静下来，看懂这背后的结构，你就会发现，毛利下滑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产品组合的切换。大家回想一下，2025年 Q1 出货的是高单价的 Model C 长里程版，但今年 Q1 呢，切换到了低单价用来抢市占的跨界休旅布雅。而且布雅这台车2月才刚开卖，产能根本还没拉起来，完全没形成规模效应。所以这种因为单一车型交替导致的短期阵痛，其实是产品生命周期里的必然现象。投资终究是看趋势的嘛。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最新出炉的数据，2026年5月的单月营收年增率直接爆冲 58%， 而且3、4、5月是连续3个月维持月增跟年增双转正。接下来6月上市，而且预接单已经破1000台的 CB-RA 国际版，还有第4季准备启动的外销，这几个重头戏才是接下来真正能把毛利拉回原来水准的主力动能。第三部分，北美战略大撤退。就算国内动能有回升，但我们把镜头拉到国际战场，这落差就真的让人捏把冷汗了。你看，特斯拉在美国那是疯狂建超级工厂，用一体化压铸技术把产线自动化推到极致，使命力把生产成本往下压。结果鸿华呢，始终跨不出那一步就算了，母集团鸿海居然还在2025年下半年把美国俄亥俄州的厂房以3.75亿美元卖给了软银，这难道不是造车决心不足，战略大观望吗？人家特斯拉在疯狂累积造车经验，你却在卖场，这代差只会越来越大吧？
面对这种质疑，其实业内的看法很务实，盲目盖厂对代工厂来说根本就是财务自杀。特斯拉是品牌商，人家破釜沉舟，自产自销，当然敢疯狂下注。但鸿华是 CDMS 模式啊，命脉是什么？是客户订单。在没有任何美系大车厂跟你确认签下10万辆订单之前，你盲目去盖厂线，那最后只会落得空转烧钱的下场。更务实的考量是，集团高层非常聪明，把资金挪去跟 NVIDIA、OpenAI 搞那个5000亿美元的星际之门 AI 资料中心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回报更快，毛利更高啊。电动车这边着实改走迂回战术，直接避开美那高达27.5%的正面关税，改由纽澳跟欧洲包抄，这在商业上叫做弹性，绝对不叫观望。听到这里，从轻资传代工变成全价值链吃下纳智捷，再看到母集团把美北建厂资金移去搞5000亿的 AI 星际之门，你觉得这场战略换挡到底是聪明回避，还是决心不足？在我们接下来要直接扒开鸿华跟特斯拉之间最残酷的自驾技术代差之前，不管这份专题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每次能真正搞懂这些科技巨头到底在盘算什么的深度解析。第4部分，自驾代差的灵魂拷问。点完赞，我们来面对现实中最大的技术鸿沟。说真的，特斯拉的 FSD 早就横行全球了，人家走的是最新一代的端到端神经网络，几百万辆车每天在路上跑，疯狂的喂数据给 AI， 这种护城河根本破不了。反观鸿华，现在还停留在 L2 Plus 那种基于规则的传统自驾，数据源少得可怜，只能靠台湾那几台车。讲难听点，这技术代差少说也落后个5到7年，到底要拿什么跟人家拼？技术代差确实存在，这是事实，但追赶的路径两边是完全不同的。鸿华走的是像手机界那样的 Android 开放架构模式，既然我自己的数据拼不过你，我不自研晶片总行了吧？我直接跟最顶尖的晶片巨头结盟。2026年6月发表的那个3奈米天极汽车座舱平台 CX1， 就是把联发科的通讯技术跟 NVIDIA 的 GPU 算力强联手，未来自驾大脑更会从 Drive Orin 升级到 Drive 4，预计到了2028到2030年，当 NVIDIA 那套庞大的公版端到端智驾软体成熟之后，鸿华的 CDMS 平台就能直接继承辉达的 AI 能力。这就像当年手机厂承接 Android 系统一样，直接提供 L4 等级的智驾，打算一口气抹平这5到7年的代差。第5部分，硬核会计体检。虽然技术蓝图画得很美，但魔鬼往往藏在细节里。我们得拿着放大镜来检视财报底下的隐形地雷了。你看，单季高达7.49亿元的研发费用被资本化成了无形资产。如果未来海外车子卖不动，这会不会引爆恐怖的资产减损炸弹？还有，收购纳智捷产生了约4519万元的商誉，这难道不是一个财务泡沫吗？其实，财报背后的会计准则是极度严谨的。关于研发资本化，公司每期都会用未来产品生命周期现金流，结合大约11% 的折现率进行严格测试。目前 Q1 财报显示毫无减损迹象。至于商誉，依据 IFRS 虽然不摊销，但在收购1年内会完成价格分摊，并启动年度减损测试，直接跟未来的品牌销货收入绑定，非常硬核。但有一个大魔王要注意，就是台湾2028年将正式适用 IFRS 18。这项新准则会用最严格的标准重新定义营业利益，到时候庞大的研发费用和非 GAAP 绩效指标都会被迫摊在阳光下，管理阶层的承诺将在放大镜下无所遁形。第6部分，2027年转亏为盈胜利评估。所有的战略数据技术代差，最终都要回归到一个最核心、散户最关心的问题：公司到底什么时候能赚钱？从布局来看，几个关键的催化剂确实已经到位了。首先，高雄桥头新厂在2026年上半年顺利投产，首台 Model T 已经在6月下线，这终于打破了过去电动巴士年产只有100台的那种产能瓶颈，而且还导入了母公司自研的电池跟电机，关键零组件我厂化，能帮客户拿到补助，大幅提升 TDC 竞争力。更重要的是，第4季要正式启动外销开第1枪了，要把跟密斯比西合作的 Model C 右驾版 Caveira 出口到纽西兰跟澳洲。这也就是为什么管理阶层敢把2027年定调为海内外多款产品的第一个完整销售年度，他们就是指望靠着规模经济去摊提掉每季动辄7亿多的研发费用，进而转亏为盈。说到底啊，2026年各个车型确实都只卖了半个季度，所有的期望现在全部重压在2027年的规模化爆发上。
但是面对这么高昂的研发烧钱速度，海外市场不可控的变数，以及跟特斯拉那道残酷的技术数据鸿沟，2027年要转亏为盈，这个胜率到底只是高层画的一块大饼，还是真的指日可待？这个最残酷的答案，我们就留给接下来每一季在放大镜下检视的财报来亲自验证了。大家怎么看呢？